如果现在给你一张穿越回大汉王朝的单程票，你觉得怎样才能走上人生巅峰？是像卫青、霍去病那样封狼居胥，把匈奴按在漠北的沙尘里摩擦，还是像董仲舒那样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让天下读书人奉你为神明？如果你这么想，那格局就小了。在西汉有一条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这条路不需要你能在马上拉弓射箭，不需要你熟读四书五经，甚至不需要你有什么过人的智商，你需要付出的仅仅是你的美貌以及毫无底线的迎合。很多人一听到男宠、男色，第一反应就是宫廷艳史或者是现代意义上的性取向问题。但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什么是佞幸？佞就是口才好，会阿谀奉承，幸就是得到皇帝的无条件宠爱。在西汉，男色绝对不是一个不可说的禁忌，它是一种摆在台面上的，结合了性审美、侍从制度与绝对君权的复合政治现象。你可能不知道，大汉王朝不仅武德充沛，在权力审美上也是出了名的包容。从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到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再到后来的汉哀帝，西汉的历代帝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班固在汉书里甚至直接盖章定论，说这叫柔慢之轻易，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能让人神魂颠倒的不光是美女，帅哥也一样好使。但司马迁把这些人写进历史，真的只是为了满足后人的八卦心理吗？当然不是。当我们穿透这些香艳的表象，你会看到西汉帝国最冷酷的底层逻辑，皇权的异化。皇帝为什么宁可把印钞机、把兵权交给一个除了一张脸之外一无是处的面首，也不愿意信任满朝文武和知识分子？因为安全感。满朝文武有自己的家族，有儒家的道德标准，有庞大的官僚利益网络，这叫外朝。而这些男宠，他们没有根基，没有背景，他们的一切金钱、地位，甚至是生命，全凭皇帝的一念之差，这叫内朝。皇帝用男色，不仅仅是在发泄欲望，更是在驯服权力。但权力就像毒品，这些站在风口上的大汉美男们，在享受了泼天的富贵之后，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反噬？让我们把时间拨回西汉初年，从两位开国皇帝的白月光说起。提到汉高祖刘邦，你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什么形象？是那个在鸿门宴上耍流氓的泗水亭长，还是那个唱着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铁血帝王？但就是这样一个浑身充满了泥土气息和血腥味的钢铁直男，在他疲惫的时候，也需要一个温柔乡。而刘邦的这个温柔乡是个男人，叫吉如。史记里记载了一个极其经典甚至有点滑稽的名场面，那是刘邦晚年英布造反。刘邦偏偏这个时候生了重病，谁也不想见，在宫里躲了10几天。满朝文武在外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是他的联金兄弟猛将樊哙实在受不了了，一脚踹开宫门，带着大臣们冲了进去。进去之后，樊哙看到了让他震碎三观的一幕，那个曾经挥斥方遒的汉高祖正舒舒服服地枕在男宠吉如的大腿上休息。樊哙当时就痛哭流涕，说陛下您当年跟我们在沛县起兵，何等英雄，现在天下定了，您居然因为生病就跟一个弄臣混在一起，您忘了秦朝是怎么亡的吗？刘邦听完只是笑了笑，也没生气，这才起身去处理政务。如果说刘邦对吉如的宠爱还只是一种晚年帝王的精神保健，那么到了他的儿子汉惠帝刘盈这里，男宠鸿儒的出现就直接引发了整个大汉王朝的审美突变。这就要引入一个硬核的文化知识了。汉代上流社会的男性到底崇尚什么样的美？你可能以为刚打完楚汉战争，社会上应该崇尚阳刚的大胡子猛男吧？错，汉代贵族男性的审美可以用4个字概括：面白如粉。汉代的男宠不仅不阳刚，反而极其注重医美和化妆。当时的文献里有一个专属词汇叫肤脂粉。没错，西汉的顶级贵族男性是每天都要化妆的，他们会用动物油脂做成的面纸来护肤，然后用胡粉把脸涂得煞白。
这种病态的白皙、修长的柔弱美，成为了当时最顶级的流量密码。鸿儒就是这个流量密码的具象化，因为汉惠帝实在太宠爱他了。鸿儒在长安城里不仅横着走，他还成了西汉早期的时尚男魔头。太史公在《史记》里写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公卿皆因官说，故孝惠时，郎室中皆冠妃妃，背带妇之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满朝的公卿大臣如果想找皇帝办事儿，全都得走鸿儒的后门。而为了讨好皇帝和鸿儒，朝廷里那些原本应该正襟危坐的官员侍卫，竟然开始集体模仿鸿儒的穿搭。他们在头上戴着插有珍贵野鸡毛的帽子，腰里系着镶嵌着海贝的奢华腰带，脸上抹着厚厚的脂粉。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每天早上上朝，大汉的朝堂上站着的不是一群威武的文臣武将，而是一群脸上涂着白粉，身上喷着香水，穿着奇装异服的美妆博主。我们不妨深挖一下，这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社会心理。西汉初年，天下刚刚经历了几十年的秦末大起义和楚汉相争，可以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从皇帝到将相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当战争的创伤应激反应消退后，面对突然到来的和平与无上的权力，统治阶级的心态发生了剧烈的扭曲。他们极度渴望通过最极致的精致、最奢靡的消费，甚至最病态的感官刺激，来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来掩盖对死亡的恐惧。鸿儒引领的这股风潮，甚至催生了西汉早期的奢侈品经济。长安城里的香料、铅粉、丝绸价格水涨船高，男宠的衣冠成了权力的制服，脸上的粉饰成了向皇帝表忠心的投名状。不过对于吉儒和鸿儒来说，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在汉初，功臣集团的势力还非常强大，皇权还有所克制。皇帝虽然宠爱他们，但还不敢把国家大政方针交给他们，所以这两人也就是骗骗钱、骗骗感情，最终都得以善终。但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权力的欲望就再也收不住了。到了下一任皇帝，那位在历史上以节俭仁慈著称的汉文帝手里，男宠的待遇直接迎来了史诗级的通货膨胀。汉文帝一高兴，竟然把大汉王朝的印钞权当作礼物送给了一个叫邓通的男人，而这个男人的结局也将是整个佞幸列传中最魔幻、最残忍的一幕。提到汉文帝刘恒，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词汇通常是文景之治、仁慈节俭。这位皇帝节俭到什么程度？据说他穿的龙袍是粗糙的黑丝绸做的，他甚至连建造一个露台，因为心疼相当于10户中产阶级家产的费用，硬是给停工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对全天下、对自己都抠门到了极点的千古明君，却把大汉王朝最核心的资产印钞权送给了一个除了一张脸之外一无是处的打工人。这一切的开端源于一场极其魔幻的梦。有一天晚上，汉文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想要飞升上天，但怎么也飞不上去。就在他着急的时候，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猛地推了他一把，把他送上了天。文帝回头一看，发现推自己的是一个穿着黄头狼制服的年轻人，而且衣带在背后打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梦醒之后，汉文帝立刻去未央宫里寻找这个梦中情郎，结果真的在建章宫的池子里找到了一个完全符合特征的人，邓通。这里我们需要科普一个硬核的生活史细节，什么是黄头狼？黄头狼其实就是汉代宫廷里负责撑船的水手。因为西汉五行学说中土克水，土的颜色是黄色，所以水手们都要戴着黄色的帽子来辟邪。邓通本来只是四川南安的一个普通老百姓，靠着会划船的手艺，在宫里当个底层的打工人。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竟然因为一套水手服和皇帝的一个梦，直接中了历史上的顶级彩票。汉文帝对邓通的宠爱到了什么地步？不仅赏赐了他10几次，累计数以10万计的金钱，甚至破例授予他上大夫的虚衔。但真正让邓通名留青史的是一个算命先生的一句话。当时汉代有一位极其著名的相面大师叫许父，文帝让许父给邓通看相。许父看了一眼邓通的面相，冷冷地吐出4个字：当贫饿死。这个人
将来会穷得活活饿死。汉文帝听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骨子里那种属于绝对皇权的傲慢爆发了。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为了证明算命先生是错的，为了展现皇权对抗命运的绝对力量，汉文帝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把蜀郡盐道的一座铜山直接赐给了邓通，并且赋予了他一项连现在的财阀都不敢想的特权——私人铸币权。各位，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赏赐了，这相当于皇帝把美联储的印钞机直接搬到了邓通的家里。为了看懂这个操作有多离谱，我们必须深挖一下西汉的金融货币制度。在汉初，由于经济凋敝，朝廷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这叫放铸政策。汉文帝时期通行的是一种叫四铢钱的货币，虽然允许私铸，但你得有铜矿啊。铜矿在古代就是国家的绝对战略资源。汉文帝把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座铜山交给了邓通。邓通这个人政治上是个白痴，但搞钱是个天才。他不仅雇佣了大量的人力去开采铜矿，而且铸造钱币的技术极高。邓通铸造的邓氏钱分量十足，含铜量极高，边缘打磨得非常光滑，绝不掺假。在当时民间充斥着偷工减料的劣质钱的时代，邓氏钱一经推出，立刻成为了西汉的硬通货。凭借着四川盆地的地理优势，邓氏钱不仅席卷了整个中原，甚至通过茶马古道流向了西南边疆。史书上留下了4个字的震撼评价：邓氏钱布天下。邓通，一个原本划船的水手，就这样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汉首富。他的财富甚至超越了当时的诸侯王。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汉文帝用大汉的经济命脉来供养邓通。邓通拿什么来回报皇帝？答案是交出尊严，完成舌尖上的臣服。汉文帝晚年得了一种非常痛苦的病——颈疽。在没有抗生素的古代，尝恶性脓包是极度致命的。这种脓包不仅疼痛难忍，而且化脓后奇臭无比，宫里的太监、宫女甚至连靠近都不敢。这时候，西汉首富邓通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举动，他直接趴在皇帝的身上，用自己的嘴一口一口的去吸吮汉文帝身上的毒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成语吮蠢视治的由来。很多人觉得恶心，但这恰恰是宁性列传中最核心的政治隐喻。皇帝要的仅仅是伤口的愈合吗？不，他要的是一种极端的变态的权力确认。在儒家的伦理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用嘴去吸别人的脓，是对自身尊严的彻底践踏。但邓通做到了，他用这种自毁尊严的方式告诉皇帝，我的一切都是您给的，我在您面前甚至连做人的尊严都可以不要。文帝被邓通感动得老泪纵横，他问邓通，这天下到底谁最爱我？邓通顺杆爬，说全天下最爱您的肯定莫过于太子啊。这句话原本是邓通想拍太子的马屁，结果却成了他命运的催命符。几天后，太子刘启起来探病，文帝为了测试太子，竟然要求太子也像邓通一样用嘴去吸脓。太子当时就懵了，他是未来的天下之主，他受的教育是帝王之术，你让他去干这种连下人都不愿意干的恶心事。太子虽然强忍着恶心凑了上去，但脸上那掩饰不住的厌恶和屈辱全被汉文帝看在了眼里。汉文帝长叹一声，原来太子还不如邓通爱我啊。太子事后一打听，才知道是邓通带的头。从那一刻起，汉景帝的心里就埋下了对邓通的刻骨仇恨。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汉景帝刘启登基。对于邓通来说，那个为他遮风挡雨的保护伞轰然倒塌。汉景帝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算邓通。他随便找了个借口，指控邓通盗出教外铸钱，直接下令抄家。当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邓通那富丽堂皇的府邸时，邓通才发现，原来自己那些所谓的财富，在绝对的皇权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张废纸。朝廷没收了邓通所有铜山、田产、府邸，甚至连他身上穿的绫罗绸缎都被剥了下来。不仅如此，汉景帝还给邓通算了一笔账，说他欠了国家几万万钱的巨额罚款。
曾经拥有整个帝国印钞权的首富，一夜之间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当时甚至有一位好心的长公主看他可怜，偷偷派人给他送了点衣服和食物，结果送东西的人前脚刚走，后脚就被官兵把东西全部没收。皇帝下令不许任何人给邓通1粒米1文钱。故事的最后，那个曾经邓氏前布天下的西汉首富，那个曾经趴在皇帝身上用嘴吸脓的顶级宠臣，真的应了当年算命先生许父的那句俚语。他被寄养在别人家的门廊底下，身无分文，没有一口饭吃，活活饿死。邓通的死仅仅是因为他得罪了汉景帝吗？站在宏观经济史的角度来看，邓通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汉景帝时期，西汉王朝面临着巨大的诸侯王割据危机，中央集权要想巩固，第一步就是要将金融权、铸币权牢牢抓在国家手里。邓通的私人金钱帝国本身就是皇权放任的怪胎，当皇权需要收缩时，他自然第一个被祭旗。古代的财富逻辑残酷而清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以为你赚的是钱，其实你赚的只是皇帝的脸色。当皇帝的脸色变了，你的印钞机就成了你的催命符。看完了汉文帝时期活活饿死的西汉首富，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再往后拨一点，来到那个被无数后人疯狂输出彩虹屁的时代。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刘彻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但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他的青年时代，身边同样有一位形影不离的男宠，他叫韩嫣。如果说邓通是用一种极其屈辱卑微的方式讨好皇帝，那么韩嫣的受宠方式则完全不同。他与汉武帝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两人从小一起读书，一起长大。汉武帝当了皇帝之后，韩嫣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帝身边最红的人。史书上用了3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关系，同卧起，就是字面意思，白天一起玩，晚上睡一张床。但你千万别以为韩嫣只是个长得好看的花瓶，在太史公的笔下，韩嫣能够得宠，是因为她具备一项当时极其核心的技能——善骑射。这里我们需要插入一段硬核的政治与军事史背景。汉武帝刚登基的时候，大权其实并不在他手里，而是在他的奶奶，那位喜欢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手里。当时的汉朝对外要面对匈奴的疯狂试探，对内皇帝却连调兵的权利都没有。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他开始在建章宫暗中训练七门军，学习匈奴人的骑兵战术。而韩嫣不仅精通胡人的骑射技术，而且极其聪明，总能完美的迎合汉武帝那种渴望建功立业、喜欢冒险的心理。所以韩嫣不仅仅是皇帝的玩伴，他更是汉武帝早期试图摆脱太后控制，暗中培养军事力量的秘密战友。这种建立在荷尔蒙与共同政治抱负双重基础上的感情，让韩嫣的地位在长安城里一飞冲天。地位高了，自然要消费。接下来，韩嫣为我们贡献了西汉历史上最奢靡也最刺痛人心的一幕——金丸打鸟。汉代贵族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娱乐活动，叫弹射，跟我们小时候玩的弹弓差不多，用泥巴或者陶土做成圆丸去打树上的飞鸟。但韩嫣觉得用泥巴太掉价了，不符合我大汉顶级红人的身份，于是他下令工匠用纯金打造成弹丸，每天带着一群小弟，骑着高头大马，在长安城里用金丸打鸟。金子做的弹丸打出去，掉进草丛里、水沟里，上哪儿找去？韩嫣根本不在乎，丢了就丢了，反正皇帝有的是钱。这就引发了当时长安城里一个极其魔幻的社会现象。当时的长安城是一座典型的折叠城市，城市的北边和中心是未央宫、长乐宫以及达官贵人居住的甲地，而城市的边缘则是普通百姓和平民居住的闾里。这些底层百姓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穿着破破烂烂的麻布衣服。当他们听说韩大少爷每天在街上拿纯金当石头扔的时候，整个长安城的穷人都沸腾了。每天只要韩嫣一出门，他的马屁股后面就浩浩荡荡的跟着几百上千个衣衫褴褛的穷苦百姓。韩嫣在前面拿金丸打鸟，这群老百姓就在后面像疯了一样的在草丛里泥地里扒拉，
寻找那些遗落的金丸。当时的长安城里甚至流传着一首童谣：苦饥寒，逐金丸。如果你感到饥饿和寒冷，那就去追逐韩大少爷的金丸吧。这短短6个字的童谣，在太史公的笔下，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子，直接划开了西汉盛世的华丽外衣，露出了里面血淋淋的贫富巨赫。一面是权贵阶层把黄金当成玩具随意挥霍，另一面是底层百姓为了活命，像野狗一样在泥土里翻找权贵指缝里露出的残渣。韩嫣的金丸打下的不仅是天上的飞鸟，更是大汉王朝的社会底线。权力一旦失去了制约，就会让人陷入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幻觉。韩嫣就是这样，他以为有汉武帝这座大山靠着，自己就可以在长安城里横着走。他开始疯狂的僭越。有一次，韩嫣坐着只有皇帝才能乘坐的副车，带着100多个全副武装的骑兵，浩浩荡荡的在上林苑打猎。恰好汉武帝的亲兄弟江都王刘飞也来朝见皇帝。江都王远远看到天子的仪仗，以为是皇帝来了，赶紧趴在路边的泥地里磕头请安。结果车子走到跟前，帘子一掀，里面坐的不是皇帝，而是韩嫣。韩嫣连车都没下，看着趴在泥里的亲王，竟然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扬长而去。江都王受了这等奇耻大辱，气得浑身发抖，跑到皇太后那里去哭诉：太后啊，我好歹是刘家的亲骨肉，现在连一个男宠都能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这大汉还是不是我们老刘家的了？韩嫣不知道，他这极其嚣张的一笑，已经为自己签下了死亡判决书。韩嫣以为在大汉王朝，汉武帝就是唯一的天，但他忘了，在西汉初年的政治生态中，还有另一股足以摧毁一切的力量——母党外戚。皇太后王卓，那可是在残酷的后宫斗争中一路杀出来的顶级政治家。他敏锐地察觉到，韩嫣的存在不仅侮辱了皇室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这个深得皇帝信任，甚至参与军事训练的男宠，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太后家族的权力布局。没过多久，太后终于抓住了韩嫣的把柄。史书上记载，韩嫣出入永相不禁，以监闻皇太后，意思是韩嫣仗着皇帝的宠爱，随意出入后宫，结果传出了淫乱的丑闻，被太后抓了个正着。不管这个丑闻是真是假，太后直接下达了懿旨，赐死韩嫣。这个时候，那个和他同卧起，那个纵容他用金丸打鸟的汉武帝，能保住他吗？答案是不能。汉武帝得知消息后，亲自跑到母亲的宫殿里替韩嫣求情，甚至可以说是苦苦哀求。但王太后铁了心要杀鸡儆猴，根本不见皇帝。曾经不可一世的长安城榜一大哥韩嫣，最终只能在绝望中喝下太后赐的毒酒，结束了自己荒唐而又短暂的一生。韩嫣的悲剧在于，他完全没有看清自己的政治定位，他只是汉武帝手里的一把刀，是皇帝用来试探太后底线，制衡外戚势力的工具。当这把刀太锋利，甚至划伤了皇室本身的利益时，太后要折断它。皇帝为了维护大局，只能选择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折断。韩嫣用纯金的弹丸打下了长安城的繁华，但他自己也不过是这场残酷政治猎场中一只被别人用权力击落的飞鸟罢了。当我们以为韩嫣的死能够让后来的佞幸们稍微收敛一点的时候，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不久之后，一个通过选秀进入宫廷的男人，用一首轰动长安城的流行歌曲，把西汉王朝的外戚恩怨推向了血流成河的最高潮。他就是西汉王朝的跨界天王，大汉乐坛的绝对顶流李延年。李延年的开局比之前的任何一位佞幸都要凄惨。他原本出生在一个世代从事音乐艺术的唱优家庭，因为年轻时犯了法，李延年受了腐刑，被阉割后送进宫里，成了一个在后宫负责养狗的底层太监。但是天才的光芒是阉割刀也挡不住的。李延年拥有着极其可怕的音乐天赋。当时大汉帝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融合，张骞通西域，带回了大量的胡乐。李延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异域风情，他将胡人的乐器曲调与中原传统的民歌进行颠覆性的融合，创作出了一批被称为新声变曲的超级流行乐。汉武帝是个极其懂艺术的皇帝，听到李延年的音乐后惊为天人，立刻提拔他。
这里我们要科普一个汉代的国家级机构——乐府。你以为汉武帝设乐府只是为了自己听歌蹦迪吗？错，在汉武帝的宏大政治蓝图中，乐府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来祭祀天地神明、彰显大国功业，甚至进行外交威慑的软实力。李延年被汉武帝任命为协律都尉，相当于国家音乐学院院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汉朝的国家级大型组歌《郊祀歌》共19章，歌词是司马相如等大文豪写的，而作曲和编曲全部由李延年一手包办。但李延年知道，只靠才华在汉武帝身边是无法长久立足的，他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纽带。于是他策划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女团选秀营销。有一天，李延年在汉武帝面前演唱了一首自己刚写的新歌，歌词是这样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得如痴如醉，忍不住叹息，好美的歌啊！可是这世上真的有这种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吗？这时候，旁边早就跟李延年串通好的平阳公主顺水推舟，陛下，李延年的亲妹妹就是这样一个绝世佳人啊！就这样，李夫人闪亮登场，瞬间独霸后宫。李家也从一个养狗的太监家族一跃成为大汉最顶级的权贵外戚。李延年天天陪着皇帝唱歌，李夫人夜夜陪着皇帝安寝，甚至连他们那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哥哥李广利都被汉武帝封为20将军，统帅10万大军去西域大宛国抢夺汗血宝马。李家的繁华如同烈火烹油，但艺术和美貌带来的基业就像沙滩上的城堡，一个浪打过来就灰飞烟灭。这个浪就是李夫人的早逝。李夫人生了重病，容貌毁损。汉武帝亲自去探望李夫人，他却用被子蒙住头，死活不让皇帝看他最后一眼。汉武帝发了火，拿赏赐黄金，甚至给李家兄弟封官来诱惑他。李夫人依然闭口不言，坚决不见。等皇帝气呼呼的走后，姐妹们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不趁机求皇上多照顾照顾你哥哥？李夫人留下了一段极其清醒也极其残酷的政治遗言：我出身微贱，皇上之所以宠爱我，全是因为我这张脸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如果他看到我现在的丑样子，以后回想起来只有厌恶，哪里还会顾及我的兄弟？李夫人赢了，她把最美的样子永远留在了汉武帝的记忆里，甚至让汉武帝为她写下了是邪非邪，立而忘之，偏和姗姗其来迟的千古绝唱。但李延年兄弟却输了，没有了妹妹的庇护，李延年和弟弟李绩仗着皇帝的宠信，开始骄奢淫逸，甚至敢在后宫淫乱。如果是以前，汉武帝或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汉武帝晚年性格变得极其多疑残暴。当他从对李夫人的怀念中清醒过来，面对这群没有真才实学、只会仗势欺人的佞幸时，皇权露出了最狰狞的獠牙。一道圣旨降下，李延年、李绩连同整个李氏家族被汉武帝毫不留情的满门抄斩。那个谱写了北方有佳人，为大汉王朝开创了全新音乐时代的跨界天王，最后在冰冷的刑场上身首异处。他的音乐依然在大汉的太庙里回荡，但他的家族已经灰飞烟灭。讲到这里，《宁姓列传》里几个最著名的人物我们都已经讲完了。现在让我们跳出这些香艳魔幻的故事，来凝视写下这些文字的人。司马迁，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司马迁因为替李陵求情，遭受了生不如死的腐刑，而李延年同样也是受过腐刑的人。按理说同病相怜，司马迁在写到李延年的时候，多少应该带点同情吧，但是没有。在整篇宁姓列传中，司马迁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反而用极其轻蔑冷酷的春秋笔法，将这些男宠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什么？因为司马迁看透了这群人，更看透了西汉政治制度的悲哀。在太史公看来，这些佞幸不是大奸大恶的权臣，他们没有曹操、董卓那样颠覆天下的野心，他们只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靠着出卖色相、出卖尊严，
迎合皇帝的私欲，爬上了根本不属于他们的高度。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真正让司马迁愤怒的是皇权的无序扩张，对国家法度和道德底线的摧毁。为了宠爱邓通，汉文帝可以破坏国家的金融制度，把印钞权私相授受；为了宠爱韩嫣，汉武帝可以无视等级礼法，任由他践踏皇室尊严和底层百姓的生存权。而满朝文武那些饱读诗书的公卿大臣，为了自己的乌纱帽，竟然不得不去给这些人擦粉、拍马屁，甚至模仿他们的奇装异服。司马迁忍受宫刑活下来，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为了完成那部光照千古的史记。他有着极其崇高的知识分子风骨，而这些佞幸却把太监弄臣的奴性演绎到了极致，这是司马迁绝对无法容忍的。在佞幸列传的最后，司马迁冷冷地写下了一句感叹：至如夸臣妾乃至血气大夫，当书姬，灵寿诏命，印金子比千石。皇帝对这些人的宠信到了荒唐的地步，而国家的法令、百官的升迁，甚至帝国的兴衰，竟然全凭皇帝在温柔乡里的一念之差。无论是敷着胡粉的吉如，拥有印钞机的邓通，打着金丸的韩嫣，还是奏响大歌的李延年，他们都曾以为自己抓住了天下最粗的这根大腿，但在绝对的不容任何分享的皇权面前，他们终究只是一群高级的玩物。皇帝需要他们时，他们是富可敌国的首富，是权倾朝野的贵族；皇帝不需要他们时，他们是活活饿死的囚徒，是身首异处的死囚。读懂了佞幸列传，你就真正读懂了古代专制皇权的本质。它不讲逻辑，不讲感情，它只讲绝对的服从与吞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看似文明、理性的现代社会，这种佞幸逻辑真的彻底消失了吗？并没有。在职场里，在商海中，依然有人试图通过出卖底线，无限度的迎合某个老板或平台，来换取短期的泼天富贵。他们以为自己遇到了贵人，以为自己成了不可或缺的心腹，但他们忘了，没有核心壁垒的依附，永远只是权力绞肉机里的润滑油。当风口过去，当保护伞倒塌，当系统需要止损的时候，第一个被抛弃的永远是那些只会损毁了世制的工具人。真正的破局之道，从来不是去寻找一座可以永远依靠的冰山，而是把自己活成一座山，建立自己的专业护城河，保持独立的人格与清醒的认知。不要去赚那些需要透支尊严的钱，不要去攀那些随时会折断的高枝。关注我，借古人的光照亮今天的路。我们下一本古籍再见。